还活跃在台前的只有少帅、杨宇霆、万福林、于学忠、何柱国等5人，以及后来投奔东北军的宋哲元部队。宋哲元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这次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还有吉林军区司令第7军军长薛岳、第5军军长马占山、第4军军长张挺书、第1军军长王以哲、第2军军长丁喜春、军事厅厅长荣臻、军令厅厅长王树，常共11位上将。空军上将1位冯庸，海军上将2位沈鸿烈、凌霄。中将名单则是长长一排，足有30几位，少将60-70位。同时也宣布了荣臻上将晋升为了东北军参议院总参议、军事厅长、总参谋长一职，由新任的中将叶剑雄担当。除此之外，还授予23人1等战斗英雄勋章，其中就包括了9·18事变中斩将夺旗的李泰元，歼灭第60团时夺下45联队队旗的李金生，海军中发射鱼雷击沉1世号战列舰的王宏宇，空军的高志航、刘翠刚和李桂丹等人，2等战斗英雄勋章117人。3等战斗英雄勋章326人。在盛大的授勋授衔仪式结束之后，杨宇霆来到机场，接待了一位重量级的客人。宇霆兄呀，老常，听说你在胶东可是威震八方啊，于学忠司令都夸你能耐。嗨，还行，他于孝侯也是个刚动硬正的人物，我挺佩服他。杨宇霆回头看向常应怀身后的10几人，这都是你老常在胶东的精兵悍将啊。常应怀很是傲娇的点点头。以宇霆兄下的军令，让我去大连，我听到信就开始收拾东西了。有一些是我从黑龙江就带着的干将了，有几位是后来培养的，都是搞经济和军港的人才，经验老道，火眼金睛的，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他们。要是大连那边有什么鬼子留下在经济上的绊子、圈套，靠他们就行了。好，很好。走吧，少帅那边催得急，我最多只能和你吃顿饭，聊聊天，嘱咐一下大连的事情，就得把你送到火车站了。走吧，我也有些关于大连的想法，咱们哥俩吃顿便饭，唠唠。2人上了专车，一路来到了鹿鸣春2楼的雅间。杨宇霆拿起茶壶，给常应怀倒了一杯茶。老常，你看起来精神头挺不错的。我这个人就一门心思做事，和你比不了啊。宇霆，你是啥事都得管，打仗你去第一线，带着20万大军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打，打完仗啊，经济的事你也要操心，后勤的事你也要操心。我俩得有好久不见了吧？上次见面还是你结婚，我看你气色可是差多了，确实有些操劳。杨宇霆也觉得最近自己的身体差了不少，眼看着快50岁的人了，是不是2位夫人加起来，你宇霆兄有些力不从心啊？常怀英的话突然就出溜到下3路去了，他嘿嘿坏笑道：“不瞒你说，我家有一张祖传的秘方，哎呀，那叫一个厉害，专门泡成了药酒，只要1天喝那么2两啊，保你活到99，别说强身健体了，就是让你再添个儿子都不叫个事。”这老常，你……哎呀，都是男人，明白？我一会儿给沈阳家里捎个信，先给你整1瓶，你试试。杨宇霆无奈地说道：“说正事吧，大连那边你打算怎么样来安排？”日本人在大连半岛深耕了40余年，想要彻底的掌握这里，就需要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经济恢复这3线并行推进，确保局势平稳过渡。具体说说。这时候一道道菜品也端了上来，常应怀拿起筷子吃了几口，侃侃而谈道：“我打算分为10点步骤去推行。第一，全面接管，组建大连经济特区的接管委员会，应对日伪的残余势力。第二，情报清查，这个方面就得靠你宇霆兄了。据说张克农的情报处在大连已经展开工作了，到时候需要他们好好配合我。第三，司法速监速贪，设立特别法庭，速审速决汉奸案件。第四，经济甄别，对企业、商铺和钱庄进行资产审查，清除日资的傀儡企业和洗钱机构。第五，基础设备的接管和排查，包括铁路、桥梁、港口、水厂、电厂等等。第六，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的整肃，更换教材，辞退今日的老师，要重新宣传爱国思想，挽救孩子们的教育。第七，劳工整肃，登记大连半岛的劳工，组建工会，打击工贼，让劳动者们获得自己该有的劳动所得。第八，金融管控，冻结可疑的金融账户，监控外汇。第九，贸易斡旋，与英法美等诸多外国使节沟通，承诺大连港口的给他们的待遇是不变的。至于这第10嘛，怎么了？第10是什么？有什么困难直接说，我给你解决。岸防炮这个东西在山东的时候就挺好用的，烟台威海那边就有一些150毫米岸防炮，就已经吓退了日军很多军舰了。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的海军没怎么损失军舰，就是因为都躲在了军港里面有大炮撑腰。只不过现在看来口径太小了，
如果能在旅顺港、大连和银州湾安装406毫米口径的美国超级岸防炮，我敢保证，任何鬼子军舰敢靠近旅顺，统统都会被吓跑。原来如此，我在大连的时候让手下人清点过，鬼子在大连半岛的3个港口本就有岸防炮140门左右，其中旅顺大概有100门，口径在280毫米、240毫米、203毫米都有。大连湾30门，银州湾10门，这些我都知道，都是破铜烂铁了。关东军这些年也是顺风撒尿，还能尿湿鞋的主了。你说的那些岸防炮，大部分都是日俄战争之前俄国人在旅顺建的，时间最久的大炮都有30多年的历史了，最远射程5公里到10公里，没啥用了，起个辅助作用还可以。真要是鬼子再带着他们的联合舰队180艘军舰一起兵临旅顺港，这些岸防炮在最新的日军战舰面前只能挠痒痒。那你说的406毫米口径的超级岸防炮就可以了。常应怀点点头。我来之前和海军的沈鸿烈司令交谈了一番，结合目前国际主流的最新的岸防炮，可以击穿当今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军舰的护甲。就算是鬼子海军目前最凶狠的战列舰长们，就算它有39000吨满载排水量，如果被406毫米超级岸防炮击中，也是一样完。旅顺是大连半岛的核心，更是守护整个渤海的核心。你说吧，老常，这个岸防炮你要安多少门？24门，旅顺14门。大连湾6门，银州湾4门，配合现有的140门岸防炮，可保无虞。新炮保证补缺短板，提供射程和威力；旧炮保证进程火力和密度。可以，这个事儿我回头就和财政厅说一下。一门多少钱？110万大洋。多钱？110万大洋一门。老常，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没有开玩笑，美国产的406毫米口径岸防炮售价加运输是70万大洋左右。每一门大炮到了大连半岛后，需要配套盖一座4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的工事，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岸防炮和战列舰的对射当中都不虚。这个工事的费用是40万大洋一座，还有每一门炮需要一个班组15人左右操作，还有5人的维修小组，加上炮弹的费用是10万一年。一门炮落地的所有费用是120万大洋。老常，你知道你这一门炮顶得上南方一个师的武器装备了吗？贵有贵的道理，我这还没算防空呢。沈鸿烈说，英国人搞了一个叫维克斯的40毫米高射炮，据说专门防空的，能打10到15公里远，一门才3万大洋。我打算每个406毫米岸防炮的附近都安4门高射炮，这加起来又是300万大洋。还有近程防空的丹麦的麦德森20毫米机关炮，是要部署在舰队停泊区周边的。旅顺、大连和银州加起来有9个停泊区，每区8门，一共需要72门，每门1万大洋。算下来，要完整的构筑大连半岛的港口防御体系，3000万大洋左右可以搞定了。老常，你看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能卖多少大洋？咱们可是刚打完仗，哪有钱给你拨3000万？问东家要呗。常应怀又开始了阴阳怪气。我可是听说东家前段时间为了打仗，把帅府金库都腾空了，3亿大洋的军费啊，肯定没用完啊。杨雨婷有些为难地说道：“那些本来就是汉卿的私产，现在战争结束了，剩下的钱肯定要拿回来呀。帅府上下1800号人的吃喝拉撒呢。再说汉卿本来花钱就大手大脚，你不能让他喝西北风吧？”那你说咋办？杨雨婷想了想，这样吧，3000万大洋，分期3年从大连半岛的财政中扣，大头在美国人这边，咱们和美国人搞个分期，大不了多付点利息。常应怀心中权衡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了。说实话，这也就是头1年，难到这了。要是让我在大连干2、3年，我上交的净收入多一点，都能把这3000万给找补回来了。知道你老常厉害。杨雨婷一茶带酒敬了常应怀一杯。财政厅和军事厅那边我会打一个条子，说明情况，让军事厅派遣专业人士给你招募炮组成员。至于购买和运输，就是老常你自己操心了。常应怀喝了一口茶，不经意地问道：“听说是张廷书的第4军和佟麟阁的第9军驻守大连半岛。怕尿不到一个壶里。不会，别给我添乱就行。让我能放开手脚治理地方，他管他的军队，我管我的政务。廷书这人不错啊，你们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不瞒你说，我家有一张祖传的秘方，哎呀，那叫一个厉害，专门泡成的药酒，只要1天喝那么2两啊，保你活到99。别说强身健体了，就是让你再添个儿子都不叫个事。当天晚上，杨雨婷就收到了常应怀差人送来的一瓶药香浓郁的秘方药酒。杨雨婷本着喝了也没什么的想法，每天晚上都浅酌2两，几天下来还真的感觉到了精神焕发，连走路都轻盈了起来。这老常的方子还真有点用。
在常义怀开始经略大连之后的没几天，杨雨婷只带着谭志和朴正熙2个人晃悠悠的来到了西塔延寿寺，这里算是一个小型的朝鲜人聚集点。前段时间战争结束，在前线被收编的数万朝鲜民夫，半数选择了回家，少半数选择了去延兵，还有2-3千人无家可归。杨雨婷就在西塔这里给他们安置了下来。这些朝鲜同胞被杨雨婷安排在了机械厂、食品加工厂乃至品厂和咸菜厂等等地方工作，也算是安了家。一间小包厢里，朝鲜光复军的领导者金九已经等候多时了。杨副司令，金九先生，杨副司令身边这2位青年才俊，又都是侍卫处出身的大才吧？这位是我的新任副官谭志，这个孩子不算是我侍卫处的，他是我在盖州前线捡到的一个小子，还是你们国人呢，叫朴正熙。我答应了他，等到讲武堂7月份开学，他就去当兵了。哦，还有这么一段渊源。金九微笑着对朴正熙说道：“少年，你有机会在杨副司令麾下效力几个月，还能给他举荐去上讲武堂，未来不可限量。想没想过毕业之后回到朝鲜为祖国奋斗啊？”金九明晃晃地勾引着朴正熙这个人才。朴正熙丝毫没有上金九的当，而是看向杨雨婷：“我懂得少，杨司令是我的恩人，他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呵呵，先让他好好上学吧。金九先生，你们光复军也不至于缺人到这个地步吧？金九就等着杨雨婷说着这句话呢，他立刻哭丧着脸，眼眶都红了起来。杨副司令，自从开战以来，我们朝鲜光复军6个支队，还有10几个小队，2万多人秉承着您的指挥，一路南下独门江，在朝鲜境内大肆的破坏19师团的哨岗驻地，还将盖马高原的许多铁路、公路破坏，袭击日本人地坝。第10师团的运2队袭击那些帮助日本人的朝鲜的大户人家，就9月份一直打到今年4月份，7个月的时间，我们朝鲜光复军出击了1700多次，击毙击伤日军和朝伪军4-5千人，自身也伤亡了不下万人，尤其许多重伤员在冰天雪地的雪林当中无处可去，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冻毙而亡，真是让人伤心难过。杨雨婷点点头，这一点金九没有瞎掰，说的是实话。杨雨婷也非常承朝鲜战士们的人情。鬼子北路的第8、第12个师团之所以晚了那么久才发起进攻，以至于刚一开战就赶上了凛冬，这和金九他们朝鲜光复军的付出是分不开的。金九先生，请允许我为战死的朝鲜战士们默哀，中朝友谊万岁。感谢你，杨副司令。那么现在你们的军队退到延边了吗？金九提到这里，特别难过的叹气道：“是的，回来了，但是仅仅半年的时间，延边被小鬼子糟蹋坏了，许多人家的房屋都被小鬼子占用了，破坏的一塌糊涂。家中如果有适龄的女孩或者少妇，都要带着躲到山里去，不然准没好。不少家中只有老人的家庭，连木头门板都被鬼子拆了去烧火取暖，老人们只是活活冻死。我临来之前算了一下，整个延边的百姓，包括汉族和朝鲜族，被杀了不下1000人，被抢光食物饿死的，被强占房屋冻死的也有几百人，太惨了。鬼子太可恨了，鬼子做下的恶事，我们是要10倍报复回去的。就像现在在挖矿伐树的那些日本民谍一样，他们也要为自己的侵略行径付出代价。”杨雨婷为了宽慰一下金九，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东北和山东各地一共抓到的40几万侨民。多谢杨副司令的理解。杨雨婷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金九的游击队虽然说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复国，但是客观上确实帮了东北军很大的忙。谭志，明天你去给吉林军区的薛岳去一份电报，敦化延边等地的百姓疾苦，免除3年的所有欠税。另外，我杨氏药业个人出资50万大洋，请金九先生带回去发放给战死或者受伤的复国军战士。多谢杨副司令。金九的话跟得很及时，但是表情却不是很满意的样子。其实我们复国军今后还要面对更严苛的作战环境，鬼子恨透我们了。接下来，金九先生，我还没有说完。这次大战，我们东北军陆陆续续缴获了小鬼子的不少装备，光是步枪、机枪和掷弹筒就不少。这样吧，我做主拨一个师的日械装备给你们，包括9000支38大盖或者30年式步枪、11年式轻机枪、920重机枪，一共100，掷弹筒100具，手枪500支，怎么样？金九激动地站了起来。杨副司令，这是真的吗？如果有这些装备，我们朝鲜复国军可以再扩充2万人了。这是我们友谊的见证。杨雨婷微笑着，其实他没说的是，这次的大战一共缴获的装备，换算下来有差不多5个师的日械装备，鬼子的各种炮加起来也被缴获了100多门。只是少帅和杨雨婷都嫌弃日本人的玩意，和现在沈阳兵工厂统一制造的武器弹药也不对型号，也就是准备卖给南方某个军阀，或者搁置起来了。感谢你，杨副司令。中朝人民会一起对抗日本人，捍卫我们的国家。杨雨婷又指了指门外，这片朝鲜人聚集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也算是沈阳城内一处挺不错的民族聚集区。旁边还有一个小学，叫做奉天育英学校，是你们朝鲜族一位很优秀的教育学和实业家创办的，名字叫做张玉根。自从1920年创办到如今，也算是给很多朝鲜族少年学习知识的机会。我知道他。金九提起张玉根也是满满的敬佩之意。我会在个人出资50万大洋，在延寿寺附近建设一座朝鲜中学，名字就叫中朝友谊中学。
不光是汉族少年，朝鲜族少年都可以来这里上中学，学习知识文化。学校里面双语教学，教汉语，也教朝鲜语。杨副司令，你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客气了。金九思索片刻，忽然红着老脸，轻声说道：“杨副司令，本来你已经对我们朝鲜族同胞给了那么多的武器和钱，我是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的了。只是……哦，金九先生，请直说。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无有不从。”杨雨婷的表情也有了微妙变化，心想着怎么还不知足？这也是我刚才听到杨副司令说了让这位青年朴正熙去讲武堂的时候，我才想起来的。我们朝鲜光复军大部分都是泥腿子，只有战斗经验，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军事文化和武器知识。既然杨副司令要送给我们大批的日系武器，我想是不是等到东北陆军讲武堂今年开学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一些朝鲜族的少年去里面当兵学习呢？毕业后，杨副司令想留他们在东北军也好，或者让他们回到我们光复军也好。金九的话一下子把杨雨婷的思绪从东北大地拉到了寒冷且多山的朝鲜半岛。虽然还比较遥远，但是着眼于未来的话，现在边角落几个旗子也未必是坏事。想到这里，杨雨婷点了点头，这是小事。金九先生，等到7月份讲武堂开学的时候，请你从延边或者朝鲜挑选优秀的青年来沈阳读书当兵。当然了，讲武堂不会专门开设朝鲜语的军事课程，来的青年一定要会汉语，身家清白，这是起码的。一定。1932年4月15日，杨雨婷这一天起得格外的早早的就带着属下来到了南大营。相较于沈阳城的其他3座军营，北大营、西大营和东大营分别屯驻着第一军王一哲部的3个旅，南大营已经有些日渐荒废了。姐夫，咱们要等的人是什么来头啊？你和叶参谋长都来迎接，太给面子。是南京来的哪个大员？呵呵，要是南京来的，我转身就走，早就回办公室喝咖啡批文件去了。我们等的是一群抗日英雄在吉林前线组织民兵游击队，一直在和鬼子打仗的，叫做抗战救国军。别看他们只有2-3千人，但是却不畏严寒，和鬼子周旋了一个冬天，击毙了1000多名鬼子。也不是很多嘛，我要警总团歼敌数量都比他多。姐夫，咱们要等的人是什么来头啊？你和叶参谋长都来迎接，太给面子。我们等的是一群抗日英雄在吉林前线组织民兵游击队，击毙了1000多名鬼子。也不是很多嘛，我要警总团歼敌数量都比他多。杨雨婷瞪了张学明一眼，那能一样吗？旁边的陈白人赶紧解释道：抗战救国军的这些战士们，一开始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手中只有猎枪长弓，他们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和鬼子搏斗，非常的艰难。后来薛岳将军知道了他们的事迹，才陆续支援了他们一些枪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都是英雄。听到陈白人的解释，张学明才恍然大悟，也不再嬉皮笑脸，也跟着很严重的站在那里，等待着这批英雄们。随着马蹄声音靠近，抗战救国军司令王德林已经带领着众多将领和士兵来到了南大营的门前。总指挥杨副司令他们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王德林回头见教场入口处一群身穿军装的将军们正缓缓走来。德林兄，久仰。王德林愣了愣，忙把沾着泥土的手在衣襟上擦了擦，用力回望。杨副司令客气，我们就是山里打鬼子的粗人，哪配您这么称呼？这话不对，能在白山黑水间杀死那么多鬼子，摧毁鬼子的补给线，你们就是东北的英雄。来这边说话，我给你们引荐一下。说话间，杨玉婷给王德林众人介绍了一下叶剑雄、陈白人等人。王德林、孔先生等人挨个见脸。这时候杨玉婷的目光朝着王德林身后扫去，看见一个大胡子、目光炯炯有神的老汉，身后还跟着几个青年。这位就是戴万林戴老英雄吧？老夫就是戴万林，见过杨副司令。戴老英雄的事迹我早有耳闻。杨玉婷颇为感动地看着戴家这满门忠烈就站在自己面前，甚至有一种看到了活着的杨家将的即视感。戴老爷子一家子都跟我们打鬼子，他这几个娃最大的克勤都28了，最小的克正才16。上次在宁安，娃们跟着老爷子一起冲，没一个孬种。戴老英雄家门忠烈啊，6个娃都上战场，这份骨气全东北都得佩服。东北要是多些你们这样的人家，小鬼子哪敢这么嚣张？戴万林咧开嘴笑道：“杨司令，我们这些人没啥本事，就知道鬼子占了咱的地，就得跟他们玩命。”他说着，拽过身边2个稍大的少年。这是老大克勤，老二克俭，前个在宁安，他俩跟着我批了个鬼子小队长。后面的4个是老3克吉，老4克志，老5克选，老6克正。老6年纪小，可递弹药，放哨比谁都机灵。上次也亲手杀了一个鬼子，真是满门忠烈啊！咱们进营说。杨玉婷微笑着把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和戴家父子7人给带到了军营指挥里。今天请各位来，是有件大事要跟你们商量。汉卿总司令那边已经批了条子，要把你们的救国军整编为东北国土防卫旅第1旅，归东北军直接管辖，补给装备都由军力统一调配。这话一出，屋里瞬间静了。孔宪荣作为副手最先开口，声音有些发颤：“杨司令，
您是说我们这些打游击的散兵也能成正规军了？不仅是正规军，还要当东北防卫的尖刀。杨玉婷拿出一份文件，推到王德林面前。德林兄，你早些年便是吉林陆军的骨干，有带兵经验。这上面拟的是你任旅长，谢荣任副旅长，义成任参谋长，专门管作战指挥。戴老英雄，考虑到你年纪大了，想让你任旅部参议，专门负责动员地方乡亲，你看如何？戴万林刚要开口，大儿子戴克勤抢着说：“杨副司令，我爹能打，小哥在宁安，他还亲手批了个鬼子军官，比我们这些年轻的都忙。你这瘪犊子，咋跟杨副司令咋咋呼呼的？”戴万林瞪了儿子一眼，又转向杨雨婷说道：“我听司令的安排，参议就参议，只要能跟鬼子干，能给弟兄们搭把手，干啥都行。我就想求您一件事，我这6个娃能不能也都当兵？我也想让他们都跟着打鬼子。”老英雄，你这6个儿子都是人才，我本也想和你说说，把他们都留在军中呢。感谢感谢。这时叶剑雄对王德林说道：“王旅长，由于你们这个国土防卫旅是杨副司令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总司令这边的意思是，先给你们批一个5000人的兵额，分为3个步兵团，武器弹药由军事厅提供。东北军这边会陆续派遣一些专业的军事人才来指导你们的训练和作战。”那可太好了，我还算是个懂点军事的，但是下面的兄弟很多人连齐步走都不会，确实需要正规的训练，最好多来点干部管管他们。杨副司令，俺也插句嘴，整编后武器能给俺们配齐不？现在弟兄们手里的武器还是不齐全，有的时候一个人都够不上一把枪，还有些是捡鬼子的破烂枪，打起来总吃亏。杨玉婷点点头，语气肯定的说道：“这个你们尽管放心，军事厅会给你们每个人都配发武器弹药，还有30挺机枪，3天内转送到旅部。另外每个团配2门迫击炮，弹药按战时标准补给，绝不让弟兄们再拿着破武器跟鬼子拼。”真的，我们在山里跟鬼子打了这么久，最缺的就是重武器，有了这些家伙，鬼子要是再来，准讨不了好。孔宪荣拉了拉王德林的衣角，轻声提醒：“总指挥，先听杨司令把话说完，还有驻地的事没问呢。”他转向杨雨婷，语气恭敬：“司令，整编后部队的驻地定在哪？我们救国军的弟兄大多是吉林人，要是能住在延边敦化一带，一来方便动员乡亲参军，二来也能守着老家的地，不让鬼子再进来。”驻地就定在敦化，那里是你们的根据地，乡亲们信得过你们，打起仗来也有后援。另外，除了军官以外，军里会派一批参谋来帮你们整训，队列战术都按东北军的章程来，争取1个月内形成战斗力，随时能跟鬼子硬碰硬。报告司令，旅部队旗已经做好。几人捧着一面军旗走了进来，只见一面军旗整齐地放在桌面上，旗面展开，中央绣着黑色的东北军国土防卫第1旅10个大字。这旗咋样？王德林伸手摸了摸旗面，粗布的纹理蹭着掌心，他突然进了个标准的军语，声音有些沙哑：“好，太好了，有这面旗在，我们打仗就更有干劲了。往后这旗指哪，我们就打到哪。”吴义成也凑过来，指着旗面琢磨：“要是再绣上抗战救国4个字，就更带劲了，让弟兄们一眼就记着，咱们是为了把鬼子赶出去。”这个提议好，回头就让军需处加上这4个字，得绣得醒目，让全军弟兄都看得见。戴老英雄，您看这旗怎么样？戴万林望着红旗，眼睛有些发红，抬手抹了抹眼角：“好，太好了。”他身后的老六戴克正拽了拽他的衣角，小声说：“爹，我想当旗手，我要举着这旗跟鬼子打仗，让鬼子看见就害怕。”你小子还小，等你能扛动旗杆，能在战场上护住这旗再说。杨玉婷看到戴家这6个儿子，忽然若有所思地说道：“老英雄，我想和你打个商量。您这6个儿子看起来都是勇武不凡，我想留他们在沈阳加以历练，你看如何？”“好啊，好啊，这是他们的福气。”“那6位小英雄，你们愿意吗？”其中4字克俭，3字克急，4字克制，5字克选，6字克正都表现得跃跃欲试，想要留下。没有长子克勤摇摇头，他起身拱手对杨雨婷说道：“杨副司令的人情，克勤难以报答，但是家有长子，不败其家。父亲年纪大了，如若我们6个都在外面，待家边没有了儿子顶门猎户，百善孝为先，我愿留在敦化，陪在父亲身边。尽孝也在国土防卫旅晋州。”杨雨婷有些诧异地看着戴克勤，心中涌现出佩服之情。戴老英雄教出的儿子果然都不差，我自然是无有不允。杨雨婷说罢，在身上磨出一根钢笔。这根钢笔并不是什么名贵之物。20年前，我初到奉天巡防营，在老帅身边当一个军械副官。有一次，我因为治军械严谨，从无错漏，老帅赏了我一根他自己常用的钢笔。自从那之后，这根钢笔一直在我身边。如今见到你，我感到颇有投缘，这根钢笔就赠予你吧。愿你一路披荆斩棘，做一个振兴东北的人才。你说的没错，家有长子，不败其家；国有先臣，不败其国。多谢杨副司令。在国土防卫旅带着装备返回敦化之后，关于戴家剩余5个儿子，杨雨婷也有了自己的打算。2儿子戴克俭被杨雨婷安排到了要警总团，因为没有什么功勋，先从士兵干起来。3儿子戴克吉被杨雨婷送到了张克农那里。原来的时空中，这位3儿子就是帮着戴家搞情报的，可以说天赋对口了。4儿子戴克志去了孙立人的坦克军，5儿子戴克选去了张廷树的第4军，最后小儿子戴克正因为才16岁，杨雨婷想了想，决定让他和蒲正熙一起去了讲武堂。正好自己的3儿子杨茂
莫言在那里学习，他们三个也算相得益彰，共同进步。杨雨婷正在办公室内处理着关于整军问题的文件，一个40岁上下的中年人面色焦急地走了进来。杨副司令，我是政府那边实业厅体育文化处的处长，我叫张泰生。张处长是有什么急事吗？林葛公上海体育协进会昨天发来电报，说洛杉矶奥运组委会催着要参赛名单，而南京那边不打算组成代表团参赛。坐下慢慢说，慢慢说，你从头慢慢说，我都没听懂。张泰生也知道自己有些着急了，他定了定心神，坐在了杨雨婷对面。林公，今年7月份就是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了，举办地在洛杉矶。由于上海那边发来的消息说，南京不打算参加奥运会，但是我们东北这边有2位出色的运动员是非常有希望在运动会上跑出成绩的，一位是大连甘井子的刘长春，一位是大连金州的于西卫。他们把事情求到了我这里，希望可以组成中国的运动代表团，代表中国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性质的运动比赛，但因为缺乏资金，不能成行。我这个体育文化处是个清水衙门，东北又因为刚打完仗，内部各处都要钱，我3次打报告给实业厅都被拒了回来，我又去找臧市议长官也被回绝了，我只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找林公你了。杨雨婷默不作声，思绪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原来时空里确实是少帅资助了刘长春参加了第1次奥运会，但因为当时918已经发生，东北已经丢失，少帅也因为资金紧张，最后出资了8000元给刘长春和他的几个人的团队。由于经费紧张，刘长春的体能消耗和训练都没有跟上，导致在奥运会上没有跑出成绩，而另一位健将于西伟更是因为日本人的干扰，没有去上奥运会，非常遗憾。张处长，如果是因为别的事情，你这样毛毛躁躁的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你的乌纱帽怕是要戴不住了。但是这个事情事关我们中国人的脸面和在国际上的形象，我看你也是一心为公，所以下不为例，你回去吧。张泰生没有明白杨雨婷的意思，他呆呆地站起身，不知该走还是该说些什么。杨雨婷嘴角一扬，淡笑道：回去吧，这件事我会和少帅商量一下，1-2天内就会有结果的，放心吧。你让刘长春和于西卫好好准备比赛吧。另外，你们体育文明处也要好好的跟进这个事情，给他们配备最出色的教练和陪练班子，去吧。得到了杨雨婷的肯定答复，张泰生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了，他连连鞠躬，千恩万谢的走了出去。张泰生走后，杨雨婷拿起了桌子的文件，那是一份是刘长春去年校运会100米10秒8的成绩记录，另一份是于西卫在吉林中长跑赛事里击败日本选手的报道。不错不错，谭志，给帅府打个电话，问问少帅在不在，在的话，我晚上想去帅府和他谈点事情。司令，我不懂，批一个这种项目的钱，最多和财政厅打个电话，几万大洋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吗？为什么一定要去和少帅商量？谭志，这个事情很小，确实很小，但是一旦被报道之后，在国际和国内的舆论影响会很大。这种事情一定要和少帅说，甚至他出钱或者不出钱都没所谓，名字一定要挂他才行。毕竟他才是东北军的领袖。谭志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傍晚时分，少帅正在他的书房里面欣赏一幅书法，听见杨雨婷来，才把话放下。姐夫，这么急着找我是有什么事情？一件不大不小，但是办起来很有面的事情。杨雨婷把张泰生带来的消息一五一十说清。张泰生在文件里面核算过，要是按常规路线，2人加教练翻译从上海坐船去洛杉矶，得2万大洋。更要紧的是，他们俩如果坐船的话，那么就要有小1个月的时间不能系统训练。要是就这么去，怕是连平时的水平都发挥不出来。少帅翻着刘长春的成绩记录，目光在10秒8的数字上顿了顿。2万不够，就多给10万大洋，我出钱。少帅其实是一个非常在乎脸面的人，而且对于国际上的事情也很看重，尤其是奥运会这种能在全世界国家和华人圈子里面露脸的事情，他是非常愿意出钱的。咱们刚在军事上打败日本人，在体育上也得露脸，且不说能不能拿个奖牌拿个名次，能去就行，重在参与。这要是没人去，小鬼子不得说咱们连个奥运代表团都凑不齐。我偏要让他们看看中国有敢拼的年轻人，更有撑得起年轻人的底气。10万大洋的话，可以组成一个10几人的代表团，让他们坐飞机前往洛杉矶了。这样节省了舟车劳顿，能更多的适应场地，也有更多的时间训练了。这笔钱我个人出，姐夫，一会儿我和谭海说一声，明天你找个人把款子领了，直接给那个什么体育处送去，告诉他们加油。杨玉婷点点头，我知道了。这样，这件事分3步去办。第一步，让张泰生请2个人留洋回来的田径教练李振中，他在德国学过短跑训练法，还有奉天医院的营养师周淑清，让他按欧美选手的标准配餐，牛奶、牛肉、鸡蛋，该有的都不能少。第二步，派3、5个的东北军的精锐战士，专门保护奥运代表团。杨雨婷有些惊讶地看着少帅，汉卿，你还认识这么多各行业的人才？少帅摆摆手偷笑道：李振中教练在东北大学任过教，这大学是我资助的，我当然知道。至于那个周护士，
我是在立功名单上看到的。据说他所在的救护班组，战争期间是整个奉天医院救治病人诸多的医疗班组。原来如此，杨玉婷很佩服少帅的记忆力。第3步，别坐船，坐船要20多天，颠簸下来体能全没了。你让张太生联系航空公司订机票，从北平飞天津，转海参崴，再经莫斯科到纽约的联程机票，从纽约转火车去洛杉矶，虽然贵，但能省10几天时间，还能让李振中跟着在飞机上、火车站空地上练起跑。对了，给他们做2套白色运动服，胸前用红丝线绣“中国”2个字，要绣得醒目，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中国人。至于翻译，让东北大学的英文教授沈四良去，他懂体育规则，能对接组委会，再配2个随队医生，带足常用药，不能让他们在国外生病，没人管。这样一来也就万无一失了。我们体育处再来2个领队负责接洽各种事务，一共10几人的团队就齐全了。北平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刘长春和于西伟2人穿着崭新的运动服，燃燃如火。许多得到了消息的北平、天津记者们，对于中国第一次派出奥运代表团参加洛杉矶的奥运会，展现出了空前的报道热情。还有许多自发而来送行的北平群众和清华、北大的爱国学生们。长春，别紧张，李教练说了，咱们这一路坐飞机比坐船省10几天，到了美国还能练上一阵子，肯定能比出好成绩。这是沈四良教授拿着机票走过来，都安排好了，先飞天津，停1个小时，转海参崴，在那儿住1晚，明天飞莫斯科。李琴说，这趟航线最近，比走大西洋省2天。他把机票递给2人，又掏出本英语小册子，这里面是起跑、冲刺这些体育术语，我标了音标，路上多看看。到了洛杉矶，跟裁判沟通方便。刘长春、于西伟准备登机了。好。走上舷梯时，刘长春回头望了望，机场围栏外，上百个爱国学生举着中国加油的横幅，正用力挥着。于西伟忽然停下脚步，朝着他们鞠了一躬。刘长春也跟着挥手，喉咙里像堵了什么，只能用力点头。他知道这挥手不是告别，是承诺，要带着这份期待，在洛杉矶的赛场上跑出让中国人骄傲的一步。1932年4月的一天，杨雨婷麾下情报3姐之一的钱飞来到了与19路军见面的昆山翟院外。19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早就已经等候在了这里。钱先生可算到了，蒋总指挥，蔡军长天不亮就起来等，陈委员更是推了南京的电报，说今天啥也不干，就等您来。您就是黄强参谋长吧？既然众位已经等候许久了，就请带路吧。请。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英雄，是抗日的先锋。这样一支铁军，是不论如何不应该消亡于内战当中的。无论成功，蒋指挥和蔡军长如何决断，是不是和东北军合作，这些武器装备都将无条件的送给19路军，不为别的，就为了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抗日力量。蔡廷锴听了这话，实在是提气。我就说薛伯龄不会骗我们的，这个家伙提前1步跑去东北军，现在已经混成了吉林的军区司令了。这位就是钱先生吧？一路辛苦。这茶是陈大哥从福建带来的盐茶，趁热喝，暖暖身子。没等钱飞坐稳，院外就传来一阵马蹄声。是钱先生到了吗？钱飞笑着起身。蔡军长，你好，你好。钱先生，久仰久仰，小诸葛杨雨婷麾下的第一说客。蒋光鼐瞥了蔡廷锴一眼，贤出，莫要无礼。杨雨婷乃是东北军的4星上将，抗日英雄，怎么也要尊称一声灵公才是。他杨雨婷抗日，我们19路军也抗日，干的都是一样的事。我们19路军淞沪一战打得有多苦，3万多人的部队，伤亡近万，牺牲的弟兄里有不少是跟着我从粤军一路走过来的老兵。他南京先生不仅没给兵员补充，连3个月的军饷都扣着，枪械弹药更是只字不提，反而天天催着我们去打内战。这哪是让部队休整，分明是想把这支我们粤军往死路上逼。钱飞对于蔡廷锴还是了解的，知道他只是性子刚直，是一个优秀的一线将领，并不是有意冒犯杨雨婷。蔡军长，我临来的时候，林可公倒是对我多有嘱托，说19路军的蔡军长是个敢打硬拼的将军，让我和你们多亲多近。正说着，陈明书焦急地走了进来，他没绕半分弯，坐下便开门见山。钱先生，不瞒你说，我们这几天正犯愁呢。南京昨天又来电报，催我们南下，让我们月底前必须开拔。可你看看我们这支部队，弟兄们手里的枪，有的还是北伐时的老套筒，子弹都配不齐，伤兵还躺在营地里没人管，连草药都快用完了。所以薛伯龄当这个中间人，让我们联系起来，我是100个高兴。尤其听说是张汉卿总司令和杨雨婷副司令亲自做的主，我心里就更感动了。汉卿总司令和林公也让我给3位带来了祝福。19路军淞沪抗战打响第1枪，血战许久，击毙击伤那么多日本鬼子，我们东北军上下全员都非常钦佩。蔡廷锴苦笑道：佩服啥？我们19路杀的鬼子还不如你们东北军的零头多，还得受南京先生的窝囊气，成天对我们颐指气使的。要知道我们可是正经的敌派粤军出身，不是他那种江浙地痞混混可以比的。陈明书摆摆手，拦住了蔡廷锴的话头。钱先生，你也知道，我们粤军呢，其实到了现在，主要就分成了这么3大块。
我自认为我们19路军是粤军最敌流的部队。当初李军长率领的北伐4军，我们就是第4军的第10师。后来北伐大胜，我们第10师也是最早扩充成第11军的。再后来中原大战，我们改编为19路军，一直给南京先生卖命，没想到换来的是这种待遇。其实我作为19路军的创始人，是不应该如此非议国家领袖的，让我下定决心和你们东北军进行这样的谈话的。其实原因有3：第一是因为你们东北军确实是好量的，保家卫国，抗战救国；第二是因为南京先生的抗日态度非常让我不满，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帮助和谈判，对于日寇采取妥协绥靖的策略，大失民心。第三就是我19路军确实局面危殆，南京先生让我们去打内战，我们不想去，只能以战事刚刚结束，部队疲劳，缺衣少了来拖着，但是拖也拖不了太久。陈明书的话里带着几分期待，钱飞心里反倒松了口气。他打开皮箱，取出几只粗如拇指的人参。汉卿总司令知道3位在淞沪打得辛苦，也知道19路军的难处，这是关外今年刚挖的人参，让我带来给弟兄们补补身子，也算表表东北军的心意。陈明书、蒋光鼐和蔡廷锴3人都无动于衷，毕竟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什么人参。我知道3位最关心的是什么。钱飞从怀中取出一张盖着少帅大印和签字的票据，摆在了桌子上。我们东北军和日寇作战半年，缴获日寇物资、武器、弹药颇丰。这张票据上是3万支日本38式步枪，也就是俗称的38大盖，掷弹筒1000具，各种日式火炮50门，手枪500支，以及弹药炮弹无数。真如兄可以凭着一张票据，在1周之后派人前往青岛领取。19路的3巨头此刻都惊了，互相对视，满脸的不可思议。陈明书知道张汉卿可能会给自己一些武器装备来收买自己，但是他没想到是整整3万人的全套日系装备。这些武器装备放在市面上，价值少说千万大洋起步。钱先生，这些东西太贵重了。蒋光鼐也是瞪大了眼睛。钱先生，您还没和我们谈条件，就直接送我们3万人的装备。钱飞含笑点头。我转述林公的原话：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英雄，是抗日的先锋。这样一支铁军，是不论如何不应该消亡于内战当中的。无论成功，蒋指挥和蔡军长如何决断，是不是和东北军合作，这些武器装备都将无条件的送给19路军，不为别的，就为了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抗日力量。蔡廷锴听了这话，实在是提气。我就说薛伯龄不会骗我们的，这个家伙提前1步跑去东北军，现在已经混成了吉林的军区司令了。陈明书除了感动，更多的还是保持了理智。钱先生、张总司令和林公的满满诚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但是我陈明书作为19路军的领路人，这3万多弟兄，我还是要为他们负责。可否请你仔细讲讲东北军给出的条件，我们好商议一下。林公给出了2个方案，供3位选择。第一种方案，19路军直接公开声明加入东北军序列，所部编为东北路军第18军，驻地暂时划定为鲁南地区的临沂、衢县、别水、郯城、费县和蒙阴。18军单独组成鲁南军区，陈明书将军人军区司令和东北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上将军衔，蒋将军和蔡将军分别任指挥和军长，中将军衔。钱先生，很抱歉，我虽然很感激张汉卿总司令和林公的支援，但是我有几点底线是不能更改的。第一，就是我们19路军的番号，这是我们粤军战士在淞沪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回来的，19路军就是19路军，我们不想改为18军。第二，我们是合作抗日，不是19路军归属东北军，这样的话，我们粤军岂不是成了3姓家奴，是要让外人嗤笑的。第三，我们19路军要有自己完整的指挥权限，不受东北军的节制，我们可以共同抗日，对抗日本人。如果张汉卿司令要求我们打内战，我们是不会去的。陈明书的果决，在蒋光鼐的意料之中，倒是让蔡廷锴急坏了，一个劲的朝陈明书挤眉弄眼。这些钱飞并不意外，他知道19路和西北军的残部处境是不一样的。宋哲元当初是走投无路，只能选择投靠东北军，他们本身内部就不团结。但是19路军是不一样的，他们团结，并且军队的高层指挥官陈蒋蔡3人并立统管多年，非常的和睦。真如兄别急，林公说了，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不妨听听第2套方案，洗耳恭听。第2套方案，19路军番号不变，依旧如此，体制军制都按照真如兄的安排，我们一概不过问。汉卿总司令会组建一个新的旗号，叫做北方抗日联盟，由东北军出面组建，19路和东北军是同盟的关系，加入这个北方抗日联盟，双方平等协商，不存在谁指挥谁，驻地依旧是鲁南6县，驻地内的军政财务我们都不过问，只在抗日的时候，双方协同作战。听到这个条件，蒋光鼐和蔡廷锴对视一眼，都觉得可以了，毕竟收了人家3万人的军火，现在只是以盟友的身份组建一个抗日联盟，这种条件简直豪上了天。但是陈明书还是很冷静，可鲁南这块地方现在还在韩复榘手里。钱飞呵呵笑道：
你们也知道韩复榘的为人，他那支部队说是有10万人，其实大多是收编的地方民团，装备差，训练差，真要是鬼子打过来，根本顶不住。汉卿总司令常说，19路军是全国闻名的抗日劲旅，淞沪一战，你们凭着血肉之躯挡住了鬼子的进攻，这份勇气，全中国的军人都佩服。至于说韩复榘，他收留汉奸石友三，纵然石友三多次进攻我们东北军，鲁南这个地方也被韩复榘搞得乌烟瘴气，何该19路军取下这里当做抗日的根基之地？林公说了，如果19路军觉得艰难，我们东北军可派遣胶东军区的3个军10万大军帮助你们拿下鲁南。钱飞的话刚说完，蔡廷锴就忍不住拍了下桌子。张汉卿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弟兄们不怕打仗，怕的是打内战，打自己人，跟鬼子拼，就算死了也对得起身上的军装。陈明书点点头，韩复榘不过一个西北军的败类，他在鲁南只有1个旅驻守，连5000人都没有。我们19路军虽然是疲惫之师，但只是碍于情面，都是南京军队麾下编制的部队，不然的话，我19路军3万人足可以扫他韩复榘10万部队，拿下山东也不是难事。南京先生一心想先平内乱再对外，可日本鬼子前番动用了几10万大军，同时对东北和淞沪开战，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咱们都知道，有一就有二，日本鬼子是不会罢休的，最多几年他们还会来。而我们呢，德公，你看看我们还在不停的打内战，再这么耗下去，国家就真要完了。我19路军3万人足可以扫他韩复榘10万部队，拿下山东也不是难事。我是非常相信19路军的战斗力的，如果真如兄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一把，1个星期后就可以到青岛领取武器装备，稍加整训，拿下鲁南，和我们的胶东军区形成犄角之势。这样的话，鬼子如果再次发动进攻，我们在山东有这样2支劲旅，也足以抵挡鬼子的10万大军了。蒋光鼐取出了一幅地图，指着鲁南说道：“临沂靠山傍河，沂蒙山环绕，易守难攻，确实是驻防的好地方。要是能在那里扎下根，既能挡住鬼子南下，又能让部队休整，比去福建打内战强100倍。只是……”他话没说完，却看向陈明书，眼里带着几分顾虑。毕竟这事关部队的前途，不能单凭一时冲动做决定。陈明书目光落在地图上，他心里清楚，南京政府之所以敢这么逼迫19路军，就是因为这支部队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补给来源，只能靠着南京的拨款过日子。若是能进驻鲁南，有了东北军提供的装备和鲁南产出的军饷，再控制鲁南的粮道和煤矿，这支部队就能真正站稳脚跟，再也不用看南京的脸色。我觉得这事儿可行，咱们跟鬼子打了这么久，不就是想有个能安心抗日的地方吗？鲁南有山有水，能种粮，还有东北军给的装备，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南京那边要是敢找麻烦，咱们有了枪，有了地盘，还怕他们不成？贤初，你别急，咱们得把事情想周全了。钱飞立刻点头，语气诚恳，再度保证道：“贤初兄，蒋总指挥，你们的顾虑我理解。我们要的是联手抗日，不是吞并友军。”他拿起地图，手指在临沂和胶东之间画了条线。东北军的计划是，你们守鲁南，于学忠将军守胶东，形成南北2道防线。要是日军从胶东半岛东路进攻，于学忠将军就从胶东西进，你们从鲁南北上，夹击鬼子。要是韩复榘敢找麻烦，东北军也能派兵支援你们。至于南京那边，汉卿总司令会去周旋，就说19路军是去鲁南防备日军，巩固边防，名正言顺，让南京挑不出理来。陈明书心里的顾虑渐渐散了些，他看向蒋光鼐，蒋光鼐微微点了点头，又看向蔡廷锴，蔡廷锴眼里满是期待。陈明书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钱先生，东北军的诚意我们看到了，只是这事关整个部队的前途，我们3个得商量一下，也得跟几个师旅长通个气，不能马上给你答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在镇上歇1天，明天这个时候我们给你准信。”钱飞站起身：“好，我在镇上的客栈等着3位的消息。汉卿总司令说了，19路军是抗日的英雄部队，只要咱们能联手，别说一个韩复榘，就是鬼子来了，也能把他们打回老家去。”送走钱飞，堂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陈大哥，蒋指挥，这事儿必须答应啊！4万支3把大盖，还有迫击炮和掷弹筒，这可是能让咱们部队起死回生的机会。去鲁南抗日，总比去福建打内战强100倍。蒋光鼐却还有些犹豫。我不是不同意，只是咱们去了鲁南，就等于跟南京彻底撕破脸了。陈大哥还兼任着南京的军事委员，南京那边会不会借机罢免你的职务？到时候咱们连个在南京说话的人都没有了。陈明书推了推眼镜，语气坚定：“职务算什么？我当年组建19路军，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当官。南京要是敢罢免我的职务，我就去鲁南跟弟兄们一起扛枪打仗。反正我陈明书从来就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地落在临沂的位置。鲁南是块好地方，沂蒙山环绕，沂河、束河穿境而过，易守难攻。周边是鲁南粮仓，能种粮，还有煤矿，能给部队提供燃料。咱们在那里扎下根，既能和东北军联手抗日，又能保住19路军的粤系根基。至于韩复榘，他在鲁南只有运齐昌1个旅，5000来人，装备都是些汉洋造，
咱们有了3-8大盖和迫击炮，还怕打不过他？到时候咱们不仅能在鲁南站稳脚跟，还能揍他一顿，抢几个县过来，让他知道抗日的部队不是好欺负的。哎，就按陈大哥说的办，我这就去跟师旅长们通个气，他们肯定也愿意去鲁南抗日，没人想打内战。好，我去看看伤兵营地，跟弟兄们说这个好消息，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咱们的伤兵只要有了物资，有了药品和新枪，肯定能重新扛枪上战场。第二天清晨，钱飞就早早的来到了19路军的指挥部。他刚走到院门口，就见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3人站在石榴树下等着他，脸上都带着笑容。钱先生，我们商量好了，同意进驻鲁南，跟东北军组成北方抗日联军。钱飞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连忙跟着3人走进堂屋。陈明书把一份写好的协议推到他面前，这是我们你的合作协议，上面写清楚了，19路军保留独立番号，人事指挥自主，东北军负责提供装备和一些必要的物资药品，双方共同组建北方抗日联盟，协同抗日。你看看，要是没问题，咱们就签字。钱飞拿起协议，仔细看了一遍，协议的条款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没问题，这协议写得公道，我这就代表东北军签字。当北方抗日联盟的消息传到广西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8个字被李宗仁看在眼里。19路军赶抗命令，联合东北军抗日，倒是有几分血性。咱们贵军这些年被南京先生处处打压，正好借这个机会，不妨也把抗战的旗子再举高些。南京先生一心想先平内乱再对外，可日本鬼子前番动用了几10万大军，同时对东北和淞沪开战，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咱们都知道，有一就有二，日本鬼子是不会罢休的，最多几年他们还会来。而我们呢，德公，你看看我们还在不停的打内战，再这么耗下去，国家就真要完了。联盟的声明说，到了全国人心坎里，咱们得表态支持，既符合民心，又能让南京不敢轻易对咱们动手。两人当即决定，先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发电，称赞19路军与东北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为全国抗日树立表率。随后秘密派特使前往鲁南，表示愿意支持19路，并且结为同盟。桂系的反应并非单纯的道义支持。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桂军虽保住广西地盘，却一直被中央军封锁，军需补给困难。北方抗日联盟的崛起，恰好为桂系提供了反南京的新支点。李宗仁在与特使的密谈中特意叮嘱，告诉陈明书、于学忠，魏军虽远在西南，但只要联盟需要，魏军的友谊永远都在。南宁街头很快贴出拥护北方抗日联盟的标语。广西日报连续3天刊登社论，呼吁全国各军效仿鲁南义举，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山西太原的晋绥军总部里，已经重新赴任晋绥军总司令的严百川拿着北方抗日联盟的电报，沉默了半个小时。他此刻的心思复杂得很，既想借抗日之名捞取政治资本，又怕得罪南京先生，引火烧身。19路军和东北军结盟抗日，听起来是好事，可南京先生那边要是动怒，咱们夹在中间难办啊！南京先生最忌讳的就是地方军结盟，现在19路军抗令北上，还拉上东北军，这在南京的眼里就是谋逆。我们要是公开支持联盟，怕是会引火烧身。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保住山西的地盘，才是硬道理。阎锡山沉吟片刻说道：“现在国内的这个抗战的情绪很高，咱们不公开支持，也不能公开反对。抗日是民心所向，咱们要是骂联盟抗命，会被百姓戳脊梁骨踢。这样，先发一份不痛不痒的通电，说支持抗日，但应服从中央统一调度，既不得罪联盟，也给南京先生留了面子。”天津冯玉祥公馆内，冯玉祥正对着报纸上北方抗日联盟的新闻出神。自中原大战失败后，他便寓居天津，虽远离军政核心，却始终没放下东山再起的念头。好一个19路军，好一个于学忠，总算有人敢跟南京先生的内战令对着干了，敢把枪口对准日本人，这可能是我们西北军再度复起的机会了。当天下午，冯玉祥便让秘书草拟致北方抗日联盟将士书，亲笔修改时，特意加上凡真心抗日者，皆为无有；凡阻挠抗日者，皆为无敌的句子。随后通过天津《议事报》公开发表。他还派人秘密联系天津的爱国学生团体，让他们组织集会声援联盟。短短2天内，天津街头便出现拥护北方抗日联盟、不买卖日货的标语。另外，冯玉祥还派人积极联络旧部，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组建一支抗日的军队，名字就叫抗战救国军。冯玉祥将手书信件雪片一样的飞往了天南海北，所有曾经是西北军麾下的将领，现在还领兵的，或者已经不领兵的，都收到了冯玉祥的书信，邀请他们共襄盛举。日本首相权杨一下线，而即将新上任的首相高桥世清却让穿越者杨玉婷发愁不已。1932年5月15日，东京首相官邸，76岁的权杨一手中拿着一张民生报表，目光停在东京纺织厂倒闭数17家那行字上，心力交瘁。首相阁下，高桥先生、斋藤先生和方泽先生都到了，小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走吧，今天咱们把经济的事聊透。小会议室里，
主管经济的大藏乡高桥是清正趴在桌上翻财政账本，内大臣斋藤实在喝着温茶。新任外相方泽千吉刚收起与伦敦商会的往来信函，今天叫3位来，就是想避开杂音，好好琢磨怎么把经济从泥坑里拉出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闹了3年，百姓饭都快吃不上了，再不想办法，内阁就是罪人。高桥这，你先说说，现在财政的底到底有多薄？高桥是轻把账本挪到桌中央。去年财政赤字已经非常高了，又因为打了半年的仗，目前的赤字已经达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的军费预算又是被海军和陆军狮子大开口，海军已经在叫嚣着军舰不够，陆军这边一开口就是扩充20个常备师团，让陆军的师团总数达到40个，剩下的钱又养公务员、修铁路、补救济粮，根本不够用。上周我去浅草市附近转了转，路边的失业者棚子比去年多了1倍，有的家庭连腌菜都买不起，只能喝白酒。更要命的是，前段时间的美国制裁已经让国内的经济雪上加霜。首相大人，谨恕我直言，今年将是帝国财政最关键的1年。如果我们能够齐心协力的话，我有把握在5年的时间将帝国的经济拉出泥潭。大本营那边自从停战之后，内部的割裂就越来越严重了。陆军说海军最后时刻在旅顺背信弃义，海军说陆军连累他们，葬送了几艘大型军舰，双方的青年军官也斗争不断。民生经济是根本，民生乱了，国家就稳不了。方泽君，美国那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双方贸易？预计在6月，双方全面恢复战前的贸易水平。首相阁下，无论什么政策都需要钱，要是军费不减，根本挪不出基金。我初步算了下，军费必须砍，哪怕只砍10%到20%，再从其他行政开支里挤一挤，就能凑够了。全养一沉默了片刻，眼神变得坚定。军费的事，我来跟军部谈，就说以民生稳后方，以后方知前线。现在民生不稳，军队再强也没用。他们要是不同意，我就天天去军部蹲守，直到他们点头为止。3人看着全养义的神情，都松了口气。等军费砍下来，我还想在东京、大阪建几个民生市场，让失业工人摆摊卖手工品，政府免租金，再帮他们联系批发商，这样他们也能有份收入。这个主意好，还要在市场里设个救济窗口，给没钱吃饭的人发救济粮票，凭票能领1碗粥和1个饭团。细节你再琢磨琢磨，要是需要内阁出面协调，随时找我。我还想跟铁路公司谈，让他们给运输农产品的列车降价，北海道的小麦、九州的棉花运到东京、大阪，运费占了成本的3成。要是能降一半，农户的利润能多不少，粮食价格也能降点，百姓也能受益。全养义听着3人的计划，心里踏实了不少。咱们做这些事不为别的，就是让国家真正的走出困境，恢复经济正常化。这时候方泽千吉忽然叹气道：“就怕我们再怎么努力，那些当兵的一喊起口号，又要打仗。”几个月的战争就能把我们几年的努力全部摧毁。全养义也有些无奈，我们的国土太小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战士又太多了，这就导致了极度的扩张，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催生出狂热的军队，这是你我不能阻止的。商议完后，3人陆续离开。全养义回到书房，把上午的讨论内容整理成文件，又给大藏省、外务省写了批示，让他们尽快推进相关工作。下午2时，朝日新闻的记者如约而至，一见面就问经济复苏的计划。全养义没有隐瞒，把发行民生国债、补贴出口、开拓北海道的事一一说了。政府接下来的重心全在民生经济上，咱们要让百姓看到，只要一起努力，日子肯定能好起来。下午5时30分，全养义下车回到家门口，他脚步轻快地走上台阶，刚要推开家门，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天主，国贼！全养义猛地转身，只见10多个身着海军军服的年轻人冲了过来，还没等他反应，枪声砰砰响起，子弹穿透了他的军装，胸口和腹部的2个巨大的血窟窿瞬间冒着鲜血。你们为何出卖国家，出卖军队，擅自媾和，罪该万死！全养义靠在门框上，意识渐渐模糊。几分钟后，警笛声从远处传来，那10几个年轻人没有逃跑，依旧站在原地喊着天诛，等待着日本宪兵前来自首。而全养义这位毕生想以务实政策拉拔民生、度过经济危机的首相，倒在了自家玄关的血泊之中，死了。少帅懵懂的刚起床，眼睛还没睁开。真的？张克农非常笃定的点头。日本首相全养义于昨晚5点半的时候，在家中被鬼子海军的激进分子给打死了，2枪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半夜，没救回来。现在日本国内还在隐藏消息，我也是通过我们情报处安插在东京的一个卧底，叫做风正的人得知的消息。少帅接过仆人的茶水喝了一大口，清醒了一下心神。这是第几个被刺杀的日本首相了？从1920年以后算起，是第3个了。之前还有第19任日本首相岩井在东京站被刺杀，第27任首相滨口雄信也是在东京站被刺杀，全养义是第3个。这不是一群疯子吗？少帅皱着眉头，在书房内转了一圈。是谁干的知道吗？难道是日本的军队政变了？刺杀者并没有逃跑，他们在将全养义击倒后，就留在了原地自首，大喊天诛口号。据调查，
凶手一共有11个人，是日本海军青年军官的自发团体，叫做血盟团的成员。他们认为全养义勾兑了和我们的停战，是卖国行为，所以对其进行了刺杀。一群狂热的疯子。当日本人的首相还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死亡率太高了。咱们坐沙发上聊吧，来的那么早，都没吃饭呢吧？我让厨房整点早餐，咱们一起垫吧一口。按照鬼子这个狂热的尿性以及极其不服输的性格，他们的民间声音估计会把这次的战场归咎到全养义这种政客身上，再加上陆军和海军的激进引导，肯定会形成狂热的反华情绪。我知道，少帅也知道全养义在目前来说是日本最理智的一个政客了。他的被刺对于东北军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事。克农，现在是谁代理首相职责？高桥世清是内阁的大藏相，也就是财务大臣。他和全养义配合多年，是个老辣的经济专家。高桥世清，杨雨婷对这个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如果说日本从大萧条开始陷入到了经济低谷，那么在30年代把日本从低谷中拉出来，让其重振经济雄风的，一个是因为9·18的时候拿下了东北，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高桥世清，号称日本最牛的经济学家。他的高桥路线几乎主导了30年代的日本经济。他独特构思的高桥财政计划，以脱离金本位、放任日元贬值、扩大政府支出、认购国债、增加货币供给等政策成功，将日本拉出了经济危机的苦垒，还恢复了活力。但是由于反对军部的无限扩军开战，在最著名的1936年的226事件中被刺杀。那么这个高桥世清会是下一个首相吗？他对于战争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张克农摇摇头。根据丰正递送的情报，高桥世清只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专家，不适合搞全盘的首相工作。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最有可能接任全养义首相职位的就是内大臣斋藤实了。二人是多年搭档，并且斋藤实也是全养义政策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也就是说，短期内日本不会因为频繁的刺杀而出现一个狂热的战争首相。少帅的心放下了大半，张克农点点头表示赞同，只有杨雨婷微微叹气不语。娘西皮，当听到19路军拒绝南调，并且已经将部队开到鲁南，并且和于学忠联手宣布了组建了北方抗日联盟之后，在南京美龄宫的南京先生气得直拍桌子。禁止这个陈明书要干什么？他要造反不成吗？校长，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了，我建议立刻出动军队镇压19路军。一旁喝茶的杨永泰忽然笑道：先生，敬之兄，我觉得目前还是不要草草行动，毕竟19路军后面是有张汉卿撑腰的。娘西皮，这个张汉卿他要干什么？仗着自己打赢了几场胜仗，就狂的找不到北了吗？还有那个韩复渠是干什么吃的？我让他去主政山东，他却好像什么都不会。之前打严百川被人打得差点丢了老家，后来又连续被于学忠侵吞地盘，到现在连陈明书、蔡廷铮也要去山东分一杯羹。韩孝芳也有自己的难处，毕竟于学忠速度在胶东有大军在侧，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又来了19路军，更是让于学忠如虎添翼了。相方无能，丧权辱国。南京先生气呼呼的在屋子里转了3圈。何应钦和杨永泰见先生是真的动了肝火了，谁也不敢说话。正好这时候，宋子文走了进来。宋子文手中还拿着一份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写的计划书。先生，子文啊，是德国顾问的整理师计划出来了吗？是的。宋子文将计划书递给了南京先生。自从数月前的淞沪抗战失败之后，南京先生对于鬼子的军队战斗力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并且又细致的看了关于东北军的德械部队的战报和情报，于是坚定了自己内心也要走德国军事化的路线。正好他身边就有一位德国军事顾问，叫做汉斯·冯塞克特。这位顾问提出了将南京麾下的中央军重新编组为60个精锐的德械师的计划，并且提出先期编练6到8个示范师。南京先生接过计划书，简单翻了翻，60个师80万人，这60个师是水平，武器装备和张汉卿的德械师比起来怎么样？宋子文转述了汉斯的话。张汉卿麾下的4个德械师是完全照搬的德国武器装备的，而且东北军的兵工厂生产线也和德国武器并轨。但是我们中央军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上从整体的武器装备上来说，我们的整理师要比东北军的德械师要低一个水平。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负担得起60个师的整理计划。南京先生微微点头，我比不得张汉卿家大业大，听说他们最近又开采出来了一个大金矿和2个大油田，有这回事吧？是有这个传闻，大东沟金矿是目前东北最大的金矿，如果开采顺利的话，年收入不会少于700-800万大洋。你们看看，怪不得张汉卿那么有钱，东北这个地方富得流油。都坐下吧，你们说说看，张汉卿搞的这个北方抗日联盟到底是有什么企图？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为了联盟各地的地方派，到时候和我们发难，逐鹿中原，不然他们怎么舍得3-4万人的军火，直接就给了19路军，直接让19路军阔气的翻了天。到了鲁南就招兵买马，据说军队人数已经突破4万了，而且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最后和张汉卿勾搭的是越来越频繁。打仗的时候，还有上万广西人到了东北当兵，还有冯玉祥，最近这个家伙在天津可是活跃得很，一直在拍张汉卿的马屁，鼓吹抗日救国，批评我们的政策。提到冯玉祥，南京先生非常头疼。这个小家伙最近壮得厉害，50万大军，海陆空齐全，不得不防啊。先生，我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哦，畅青，快说说看。我觉得张汉卿和冯玉祥演百川李宗仁他们有着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就是张是一个新派军人，讲究国家一体。之前的东北易帜也好，中原大战也罢，都能看出他是个不希望打内战的人。更何况现在的东北看起来兵强马壮，不可一世，内中却是空虚的很。日本人损失的一塌糊涂，东北军又岂能好过？据说他们的空军损失超失了2/3，还好优秀的飞行员战死无数。虽然说陆军通过补充新兵保持到了原来的数量，但是新兵怎么能和战死等到百战老兵相比呢？日本人又虎视眈眈，一直等着报复。朝鲜可是一直有日本人的2个师团伺机而动，更是让张汉卿投鼠忌器，不敢参与到任何国内的战争当中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张汉卿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声誉和名望，就是因为他是个抗日将军，不是个打内战的将军。如果他打破了这份名誉，不就等于摔了自己的招牌？还会有人支持他吗？杨永泰的一番话让南京先生豁然开朗。畅青此言甚是，只要有日本人和抗日的名声压着他张汉卿，就好像2座大山，让他不敢起别的想法。呵呵，这个小家伙作茧自缚，拿着抗日的招牌笼络人心，也终将被这个招牌给拿捏住。校长，虽然畅青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但是张汉卿这样一次次的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的话，岂不是让政府威信丧失？就说这次的19路军事件，全国都在看着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不严惩的话，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出现一个29路军、39路军。敬之说得对，军部要大家申斥19路不听指挥的行为，取消陈明书军事委员的职务，限期让19路南下，再让韩复榘以山东省征服的名义对19路的军事入侵行为大加的宣传，揭露他们名义抗日，实则就是抢地盘的险恶用心。校长，不采取军事行动吗？何应钦还是主张要对19路军动，南京先生似乎也在犹豫之中，没有回答。剿灭19路军其实不难，就算他现在有日械装备在身，充其量不过4万人左右。在江苏的附近，第1军、第5军和第13军若是雷霆一击，19路军绝对抵挡不住。只是我们要考虑到张汉卿会不会出兵，他在山东可是有2个军5、6万人，还有强大的海军在青岛港驻扎，而且还有数量不明的空军。一旦于学中部参战，我们至少要调动20万人的部队才有把握拿下19路军。但是，一旦这样的话，恐怕就会演变成南京和东北的全面战争了。打不得。南京先生摇了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多给张汉卿使点小绊子，让他知道收敛。这次东北军打赢日本人，东北军有许多将领功劳甚大，先生不妨放下张汉卿不管，大力嘉奖其手下，在背地里派人和他的那些领兵大将多送礼，比如于雪中、何柱国、宋哲元和万福林4人。再比如说，在这次东北军封赏中被明升暗降的荣臻，还有受到冷遇的王树昌等人。说的没错，既然他张汉卿不仁，也休怪我不义。既然于学忠在胶东干得不错，就由征服出面，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征服副主席，任命宋哲元为冀东绥靖公署主任，任命何柱国为热河省主席，薛岳为吉林省主席，万福林为黑龙江省主席，任命荣臻为辽宁省征服主席，王树昌为东北军副司令。先生，宋子文一律道。当初东北易帜的时候，已经和东北军谈好了，东北各地的人事任命权均在张汉卿手中啊。哼，他都可以把手伸到我的地盘上挖我的人，我怎么就不可以给他的部下来一个各自为王呢？我个人觉得可以以宋哲元、薛岳为突破口，于学中部。先生在之前的中原大战的时候就已经试过右派了，效果不大。于学忠也好，何柱国也好，万福林也好，都是张汉卿的嫡系死忠，很难起到作用。即便给钱，恐怕也是打水漂。但是宋哲元和薛岳就不同了，宋哲元的冀东军区完完全全是自己的军队，他麾下的张自忠、冯治安、秦德全和刘汝明都是西北军的旧部，在东北军内部自成体系，而且防区和顾祝同将军和陈诚将军的北平、天津接壤。如果能用金钱将宋哲元引诱过来，那么不但会让东北军少了4万能征善战的军队，还会让张汉卿知道收敛些。至于薛岳，虽然早些年和先生有些矛盾，但他毕竟是个广东人，根在粤系。这些年他在吉林也已经有了些火候，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统领一个军。如果先生委以重任，薛岳未必不会选择重新回到南京的怀抱。南京先生觉得越听越有道理，让天津的陈诚备一份厚礼，找个能言善辩的文人去见一见宋哲元。如果能让宋哲元叛变，我们和东北军一正一反，就是8万的兵力差，值得一试。至于薛岳嘛，封官送礼，也派人去送些礼物，探探口风总是没错的。还有一个人应该封赏，大大的封赏。畅先生说的可是杨林葛，他可是娶了张作霖的长女寿芳为妻，现在算是张家的长婿了，怕是很难离间得动了吧？杨永泰神秘一笑，自古以来，除了汾阳王郭子仪，有哪个将领不怕功高盖主的呢？这次杨宇霆率领东北军主力立下了大功，歼灭了日本数万人。我们可以由南京国民政府这边封杨宇霆为东北边防军保安总司令，升任张汉卿为全国陆海空军3军副总司令。何应钦没有绕过弯来，有些愤怒地说道：“
张汉卿算计我们，还让他当副总司令。南京先生嘴角的笑容都快压不住了。不愧是畅卿，就这么办。我倒是想看看张汉卿和杨雨婷该如何自处。何应钦也是个聪明人，很快就领悟到了杨勇他的用意。好个阳谋！如果张汉卿接受了，那么杨雨婷就成为了东北军实际上的当家人，有了法理的加持，而他自己成为了一个虚名的副总司令。如果不接受，那么张汉卿必然会被傍上一个极贤不能，不容手下晋升的恶名，搞不好杨雨婷还会因为这个和张汉卿产生嫌隙，走向决裂。就这么办吧。在一片广袤的屯垦平原上，新改制的黑龙江军区司令万福林和黑龙江省长邢世良二人缓步下了车。他们看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平原，久久不言。万福林拿走田地旁边一块刚翻耕的地块。老辈人常说嫩江黑土在黄金，真是没错啊。这时不远处一位中年人走了过来。邹司令，算起来资历，万福林的资历要比邹作华深一些。他是最早追随吴俊升的人之一，而邹作华是跟着少帅起家的炮兵行家。虽然现在转入了幕后，但是上将军衔是实打实的。邢世廉的资历和邹作华接近，但因为和杨雨婷是同学，赶上了一阵又一阵的东风，一路升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三位见面显得有些尴尬，彼此本就不太熟悉。万福林和邢世廉也是因为少帅的嘱托，他们才来视察一番嫩江平原的屯垦兵团的近况，回去后是要给少帅汇报的。万福林目光扫过远处的田埂，这嫩江的土比松嫩的还养人，钻一把能闻着香味。种玉米、大米都不用多施肥，亩产怕是能超200斤。再说，跟苏俄最近也太平了，这边防没了压力，农民能安心开荒了。万司令说的是，之前还担心北边不太平，得抽兵守着边境，现在好了，这片区域是屯垦第6兵团开发的，都是从关内逃荒来的庄稼人，加起来10万人，大多是从河南、山西来的。上个月刚在嫩江边上砍出3万多亩，一半种了玉米，一半种了大米。没想到邹司令干起这管理工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孔夫子挂腰刀，能文能武啊！我是少帅的兵，少帅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万司令，世廉兄，我这里不光有数不清的开垦农田，还有新建立的牧场，养牛的事情也一点点办起来了。咱们一起往前走走，逛一逛。呵，逛逛。三人并肩往前走着，田野里无数农民正在卖力地开垦着土地。三人在这片地前停下。万司令，世廉兄，您二位慢些。他说着，指了指远处弯腰除草的人群。这些都是第6屯垦兵团的人，那位老兄是这片土地的负责人，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屯长，管着1800人。这位屯长叫李华义，河南商丘人，去年逃荒来的，种地是把好手，不光自己啃下力气，还能带着大伙干。话音刚落，一个汉子就扛着锄头跑了过来。司令好，您看这苗刚种下去10天就长这么高，叶子绿油油的，这嫩江的土是真阳庄稼。在关内逃荒时，别说这么壮的苗，连能下种的地都难找。好，真好，这土是老天爷赏的，别糟蹋了。家里要是有老人孩子还在关内，赶紧接过来，这边安全，有地种，饿不着肚子，比在关内颠沛流离强多了。前面不远，我让他们种了大量的甜菜。这次的大战，少帅说了，糖厂和糖产业是立了大功的，让我们多多努力的干。总司令说了，从今年开始，5年的时间，整个东北要上下齐心，攒出2年的军粮来。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前次打了不过7个月的仗，差点把东北的家底都给打空了。现在又要攒出2年的军粮，怕是少帅也知道和日本人的事情没完。肯定没完。邢世廉是接到过杨雨婷的电报的，让他好好经营黑龙江，这里是东北军的大粮仓。杨副司令也跟我说了，要在哈尔滨、赵州、长春、四平、沈阳、本溪等10几个城市设立100个战时储备粮的粮仓，还要做到防霉、防潮。10个屯垦兵团，100万人一起劳作，攒出2年的军粮，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难事。粮食不难，但是杨副司令吩咐的副产品就有些难度了。现在军队的后勤补给要求比我们那个时候高多了，不说别的，就是牛肉罐头、巧克力、香烟和茶叶，咱们当兵的时候哪有啊？我这个军是没上前线的，所以没赶上这么好的伙食标准。我听前线的那些军旅说，战士们吃得好，喝得好，战斗力确实要高很多。我也着实没想到咱们能和小鬼子打到这个地步，还把小鬼子给打跑了。这一次鬼子是30万大军，下一次怕不是就要300万大军了。300万，世廉兄觉得日本人可以征召300万大军侵略我东北？300万人，我觉得日本人能武装得出来，但肯定不会光侵略东北。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日本人再来，他就是全面的入侵战争了。东北、山东、上海，甚至广东、福建都有可能为战场。邢世廉喃喃自语道：全面战争，中日2个民族注定要有一个崛起，一个衰落。所以总司令才说要攒出超过200万人使用2年的军粮，100万军队，100万地方部队，民兵和民夫后勤，100万大军。邹作华嘿然一笑，老帅在日最凶恶的时候，也不曾有100万大军。要我说，这还是雨婷的功劳。自从他和少帅京城合作以来，咱们东北军可是日新月异，越变越强。听到邢世廉这么说，邹作华不置可否，没有回应。
毕竟从根上算，他是3·4军团出身的，和郭松龄的陆大派更亲近一些，和杨雨婷的士官派没什么交集。万福林走着走着，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肚子。邹司令有没有备饭呀？我老万可是有点饿了。哈哈，早就备下了，前面就是我们的屯坎指挥所，去那吃吧。三人脚前脚后，10几分钟的功夫就到了这个镇子。邢世廉抬头看了看，颇觉繁华。邹司令，这个镇子叫什么？我怎么记得这附近没有一个这样的镇子？就叫第6兵团镇。少帅下的命令，得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屋，所以我们就在这片平原地带盖起来了许多平房，当做宿舍。时间长了，开垦农人的家属有的也跟着过来住了，就在镇子里开了一些小买卖，一来二去就越来越红火了。有意思，蛮兴旺的。邹作华带着2人到了3楼的办公室，这里早有人把饭菜备好了。万司令和世廉兄试试这一道小炒黄牛肉，是兵团里一个湖南来的厨子做的，他的手艺可是顶不错的。万福林和邢世廉也不客气，吃了一筷子后赞不绝口。邹作华得意一笑，要说我老邹也是跟着老帅少帅走过南闯过北的，但就是这道小牛肉，我是魂牵梦绕，一天不吃都难受。3人也不多话，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饱。这一趟是没有白来，之前少帅和我说，日本人早早晚晚还会再来打，最多也就5、6年。我当时还心想，这样打下去，东北不就打废了吗？今天看到这屯垦兵团的盛况，我的心里又有些底了。何况这样的兵团还有10个。邹作华点点头，很是认同。万司令，不瞒你说，就算是100万人一起动手，1年的时间也就最多在东北各地开垦出来3000万亩地。3000万亩。邢世廉作为一省之长，当然知道整个东北4省大约有耕地2亿亩左右，如果算上胶东和冀东，差不多是3亿亩左右。1年就能让东北军的耕地面积增长10%，10年就可以让东北军的粮食产量翻1倍。理想化的数据是这样的，但随着开垦的持续，能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难度也会陡然上升。我给少帅的计划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5年的时间，我的目标是1亿亩。5年后能有4亿亩耕地，也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了。截至1931年底的全国耕地面积数据是12.49亿亩，东北军独占3亿。按照邹司令的计划，5年之后的1937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按照增速估算是15亿亩左右，届时东北军独占4亿多亩。这个数据如果按照南京先生那个穷养兵的方法，别说100万战兵，100万后勤了，就是再翻一个番也养得起。万福林忽然一阵后怕，如果真让小鬼子得逞了，他们如果真的侵吞了东北，那么后果真是不敢想象，他们会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万司令，下次再打鬼子，给他们来几下狠的就是了，不像我还没到40岁就已经干成后勤了。听到邹作华这么说，万福林也是微微叹气。5年、10年后什么样，谁能保证？兴许到时候我也就退下来了，让位给年轻人了。邢世廉听到邹作华和万福林这么说，本不想跟着把话题续下去，毕竟这2人明摆着对少帅和杨雨婷中有年轻人表示不满，但他自己毕竟是黑龙江的省长，回去还是要和万福林搭班子的，于是也就坡下驴跟着说了几句。2位说的是林虎和素谷2个年轻人升军长的事，年轻人多的是，年少有为嘛。万福林打起了太极拳。我看廷书、黄百韬这些人也都不老，也都眼看着升起来了。人家廷书兄带的是自己老爹的班底，和你万司令是一样的。张老坐香中风日久，没见好的彻底。据说现在走路还得靠人扶呢。人家廷书代替自己亲爹掌握军队也没毛病。没啥毛病。万福林也不太敢非议张作湘和他儿子，毕竟张廷书这一次打仗是真真正正的血战到底，从头打到尾，晋升的上将也没人敢不服。林虎和素谷是年轻了一些，少帅和雨婷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万福林轻哼了一下，要说功劳，他们确实最近战功颇多，盛名鹊起，但也有点冒头冒得太快了。要知道，我老万可是跟着吴大帅还有老帅少帅在军营中厮杀了多少年，打皖系、打直系、打冯玉祥、阎锡山、打北伐军，多少年刀枪剑雨，才混了一个上将军长。现在20多岁毛孩子，也和自己一样是军长了。